我们就从这个 LP 啊不是LV08站呢，我们呢就骑呢进站期待哈。各位同学，我刚刚已经停好车了哈，那我们现在呢要走向莺歌车站。为什么要去莺歌车站呢？听说三鶯线呢为了连接莺歌火车站跟莺歌车站之间呢，它特别呢搭建了一个彩虹频道啊，不是彩虹频道，彩虹隧道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走这个彩虹隧道。所以说呢，你呢要买在这个附近有没有？不是一开始变接受，到后来变成忍受。这个买房子跟结婚招女朋友一样啊，牺牲一方呢，要来成就另外一方呢，最后呢都是会无疾而终哦。大家好，我是迪帅哥哈。我现在呢在这个莺歌车站哦，不是莺歌火车站哦，是这个三鶯线的莺歌火车站哦。三鶯线最近开通了哈，在8月底之前哦，免费哈。台湾人呢什么最疯狂哈，就是免钱的最疯狂哦。所以说呢，只要是用免钱的哈，大概都要大排长龙哦。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就不坐火车哈，不搭那个捷运哦，我们就从这个 LP 啊不是LV08站呢，我们呢就骑呢进站期待哈，来去呢看一下呢这个三鶯线最热门的三峡站、莺歌站，还有那个北大站呢，这3站呢，好 ，Let's go。各位同学，我是迪帅哥哈。我现在呢来到三峡这个龙埔路哈，还有在这个三树路这边啊，这里后面大家看到后面有没有一条龙哈？还是蛇哈？这个它的这个就是轨道呢，它本身呢可能要怕噪音呢，所以会加盖子啊。迪帅哥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探讨说，这个三鶯线呢，它这个沿路呢，因为经过市区哦。然后这个轨道建设大概有分为，就是地面高架型的铁路还有那个地面下的就是地底下的铁路。当然它地底下的话，它就是怎么挖就是尽量拉直。可是地面上的呢，它就是要学着这个路廊就是盖在道路上面所以呢，路要怎么弯，它就要怎么弯所以你看前面这个跟蛇一样有没有？好几个弯有没有？这个就是说呢，它为了沿着这个三苏路的那个黄埔路这边呢，龙埔路三苏路跟龙埔路这边呢，它所要造成的那他自己也知道说这个地方呢会临近这个它前面这边这个是那个什么高级住宅区有没有？刚刚呢我在这边呢站了一下有没有？发现这边呢还有这边是有一个学校有没有？所以它变成呢，它就必须呢要考虑到噪音的问题考虑到噪音的问题有没有？它这边的做法呢是用加盖式的因为它现在列车要准备进站我们可以大概看能不能够收到说大概呢有什么声音它呢其实它这个以前正常如果是轨道噪音的话是那种叽叽叫的声音但是现在加盖之后没有，就变成是另外一种声音它前面进去的话，现在进去的是要进去三峡站所以大概会有那种刚刚听的话是一种叫就是好像是闷在里面的闷在鼓里面的声音还是会有噪音的，像现在是白的有看，大家听到了，叽叽叫就是轨道声音的。一开始的叽叽叫的轨道声音之后没有，接下来进去它这个所谓的隔音墙之后没有，又变成等一下好像是在闷在鼓里面在打鼓的声音看这边海景第一排白天的话有车子的话是噪音的话是还能够没有那么明显的，可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特别是说你早上想睡觉睡久一点还是晚上还拖太晚的时候想要赶快入睡的话，你可能就会听到这种所谓的轨道噪音这个就是海景第一排带来的便利跟不便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再往下一段路走它这个沿路大概有4个到5个大转弯那我们就从这边看一下这个大转弯呢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噪音它有些路段其实是没有做隔音墙的，就表示说它对这个地方是很有信心我们现在呢来到三峡车站这边就是它站主体这边大家很明显看到
你看它这个在转弯的地方有没有？它在转弯的地方呢，它就有设隔音墙。啊，到了要进站体本身哦，拉直线之后有没有？它就没有做隔音墙。其实呢，这个轨道噪音的部分呢，其实呢开得快有没有？反而呢不一定会有噪音的啊，开得慢有没有？就一定会有噪音的。这个就是摩擦所产生的噪音哦。其实呢，轨道噪音这种东西呢，就没办法哦。你车站的话，你地面站呢，就是所谓的高架站呢，就一定会有轨道噪音的啊。在地底下的呢会有震动哦，啊，所以说这时候没办法哈，两者只能选其一哦。这个轨道经济，轨道所带来的繁荣哦，是你想要的。可是呢，在站附近的噪音呢，这个就是变成说你必须要两相取舍。高架站好，就是它的站点在设置呢，它会设的比较多站。其实呢，这个轨道噪音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个部分哦。在轨道的部分呢，它本身呢在转弯的地方呢，它就必须要做一个超高的设计哦，就类似像我们赛车跑道哦，会变成一高一低哦，然后利用离心力的偏移哦，来减低它的那个车辆的晃动哦。另外呢，会造成噪音的部分呢，列车进站了哦，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嗡嗡嗡的声音哦？还有伴随一些叽叽叽叫的声音哦。啊，当然你耳朵好一点的话，还可以听到那个叮咚叮咚哦，那个到站的那个提醒声哦。这个就是住在这个附近的好处哦。当然了，这个轨道噪音的部分哦，还有那个改装车重机的声音哦。当然了，住在这个车站附近呢，这个轨道噪音呢，我们可以把它细分成3个部分哦。当然，因为轨道它本身呢，会造成噪音的话，就是因为它要转弯嘛。那转弯的话，本身钢轨呢，它就必须要做一个轨道超高的设计，也就是让它做的一高一低哈，就类似像少街跑道那个角落那个 corner， 它会做这个一高一低，那个就是利用离心力来减缓它的那个平衡的问题哦。另外呢，还造成这个轨道噪音呢，3个部分呢，除了说轨道超高之外呢，还有那个车轮的旋销哈。另外呢，还有钢轨的研磨哈，这3个部分呢，车轮的旋销呢，这钢轨的研磨呢，这个是2个互相搭配的哦。因为车轮磨损了，造成它那个间隙的问题，所以它变成车轮要旋销哦。然后钢轨的研磨啊，也变成说，因为久了之后没有钢轨，它本身表面也没有那么好，所以说呢，钢轨的研磨呢，还有车轮的旋销呢，还有轨道的超高有没有？这3个部分呢，它因为它现在是新的嘛，新的部分有没有？它的噪音目前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状态。可是呢，它有一段时间它会平衡，它会 balance， 就声音会变小。它过了一段时间呢，可能声音会变大，就是说看哪一个磨耗。一般的话都是车轮的磨耗会比较快哦。啊，钢轨的部分呢，就牵涉到很多部分啊，有时候它本身震动啊，还分一段时间之后，它的钢轨也是会有变形啊、高低的问题耶。啊，甚至于呢，车轮跟钢轨之间呢，它本身不是火车啊，本身它列车有没有？它的 airbag 啊，它的本身是气压弹簧哦，它有没有去做一个水平法的那个 balance 呢？它有没有针对这个角落比较大的部分呢，去做一些平衡的改善呢？它有没有针对噪音的部分呢，再去做这个平衡的调整呢？就是看这个本身呢，它对这个噪音的容许值，它的感受是如何。如果他觉得说这个噪音的问题呢，他觉得说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他就不会这个调整，他不会去做那个调整啊。当然，如果说居民有抗议的话，没有，他可能就是要去做那个本身进弯的时候，没有，看是要减速还是要加速哦，还是说他去调整那个水平的平衡哦，就是利用那个 AR8 水平法的调整呢，然后再去搭配它那个本身轨道超高的部分哦，这个是属于轨道工程的一部分呐。啊，当然就是说你居住在那边的人呢，你不管它轨道工程，反正就是不要让我听到噪音就好了。啊，这个就是说，你要买房子买在这个附近的话，没有，你就要去考虑到说，它这个本身造成的噪音的部分呢，你是不是能忍受哦？有时候呢，我们假日的话，没有礼拜六、礼拜天呢，总是想要说睡晚一点哈，不要像平常那么早起床。可是当你的生理时钟还是会想说，那个时间到了，你还是会起床，可是你就想要赖床。赖床的话，万一又听到那个轨道噪音，那边滴滴滴有没有？还是嗡嗡的叫有没有？你可能想要睡都睡到最后都是一肚子火就只好起床来开火了哈。不是那个开火，是煮饭的开火，不要听错了哈，不然的话有没有会小宝宝生不完哈。
同学，你看哈，它这个隔音墙呢做到这边呢，为什么忽然间呢少掉一小段呢？答案就是在这边哈，这里有一个小公园哦，这个岔路这边看一个小公园，这里岔路这边小公园就不会坐人了。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哈，连这一段都要省哦。你看这个哈，你整个这边就省啊，噪音不是就从那个缝隙这边灌出来了吗？对不对？啊，这样子的话做这个隔音墙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呢，我们来到恩主公医院这一段哦，这一段呢，它是比较有特色的一段哦。那轨道建设呢，因为它是地上站，有没有？当然了，它就是要做一些有特色化的东西啊。你像这一段呢，在台北大学这边呢，那边呢，它都有做一些比较有特色化的建筑哦。像这一段呢，它经过台北大学的那个运动场的地下停车场呢，它就有做一种，就是像把柱体刚好列车经过了哦，看。其实蛮吵的啦，那就看你本身的忍受度是怎么样啊。轨道建设带来的烦恼，就是会伴随着轨道建设带来的噪音哈。它这个本身呢，钢轨的那个结构的柱体呢，它在这边呢就不是做前面那些传统的钢骨的式的柱体哦，它这边就变成是类似修一点学术风哦，就做一些红砖瓦的感觉哈，让你练北大呢有点像在练台大的感觉哦。然后呢，那当被恩主公医院刚好是这个红砖墙式的涂色哈，就刚好蛮搭配的哈。这个就是说，它有用心在做那个站体的设计哦。既然是地上站，有没有？就是要做一些跟地下站做不到的东西哦，就是在柱体的部分，在站体的部分呢做一些特色哦。至于这边呢，这个钢筋混凝土的东西呢，再结合钢轨的东西呢，这个震动频率不一样哦。会不会造成以后有这种轨道高低差的东西，造成它噪音更大呢？再那时间会证明一切。这样子混凝土的东西结合钢轨的东西呢，到底这样子合理不合理不晓得，设计师都看搞了，他们会证明一切。各位同学，我刚刚已经停好车了那我们现在呢要走向莺歌车站为什么要去莺歌车站呢？大家知道莺歌车站是轨道嘛，或火车站嘛。然后呢，三一线的莺歌车站呢，也是轨道轨道跟轨道中间呢，要经过呢，当然就是要靠天桥或是靠那个地下道听说三一线呢，为了连接莺歌火车站跟莺歌车站之间呢，它特别呢搭建了一个彩虹频道彩虹频道彩虹隧道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走这个彩虹隧道，走看看它这个彩虹隧道呢跟彩虹频道呢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来给看看这里是莺歌火车站接下来我们是从莺歌火车站走所谓的彩虹隧道来去那个莺歌车站莺歌捷运站你看马上做好了广告马上就做完了这个活化经济斑马线。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所谓的彩虹隧道。感觉上面这个彩虹的部分，这个帆布呢，以后应该就是可以作为广告的看板的东西这个先调给你看都是写新北市美术馆以后可能就变成是麦当劳还是说什么叉叉保养品大延伸剂或是什么黑桥牌烤肉酱拉面蛙哥这边经过一个琉璃工坊很快大概没有几百公尺就到达了这个所谓的 LB08， 也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前进的那个莺歌车站的站体其实呢，也不是路桥也不是地下道的，就是一般的平面道路呢，把它挖过来而已蛮不错的应该是有拆除掉一些民间建筑不然不可能这样子刚好直线过来，一定是有拆掉一些民房，有征收一些路段。对这样拉直的就蛮方便的了，也不用走地下道下去又上来，也不用走天桥，还在那边等电梯
那接下来就已经进来这个部分了哈，就是这个新北市的那个莺歌捷运这边啊。它进来这边呢，外面的部分呢就是新北市美术馆了，就是我们一开始呢骑摩托车呢，骑进站去站呢，往那个三峡那边骑的方向啊，前面刚好有一个列车进站的啊，大家可以注意看哦，它到了转弯的部分呢，一定会减速哦，减速的部分呢，好来看看那边也有那个轨道超高的设计哦，就是让它进来的转角呢。那个车辆能够比较稳定一点哈、哦。看那个部分呢，就因为是荒郊野外呢，所以它当然就不会做隔音墙的部分了，就是人有多大声就多大声哦。反正那边没有住户就没关系，因为前面跨越了大汉溪哦，跨越大汉溪之后呢，它呢就直接拉线拉过来这边这个莺歌站。我们又回到刚刚呢出发的那个。莺歌车站哈，现在讲莺歌车站呢，要再加一个火字哦。莺歌车站呢是属于莺歌捷运站啊，莺歌火车站呢才是莺歌原来的那个火车站哦。总归今天所讲的哈，我们呢如果说要购物呢，买在所谓火车站附近呢，或是买在捷运站附近呢，由于现在在市区要盖捷运站呢，要地下开挖的几率哦，几乎越来越少了哦，因为你要征收的部分哦。太多了哈，这个地方呢，对面呢就是莺歌美术馆呢，莺歌美术馆的对面呢就是莺歌捷运站，莺歌捷运站的对面呢就是莺歌火车站哦。这个地方呢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哦，而且这附近的房子呢盖的密度呢也没有像三峡呢跟那个台北大学那边密度那么高哦。其实呢，假如说轨道经济呢，要轨道住宅的话，没有，我就是觉得哈，在莺歌站这边哈，会比在三峡跟台北大学那边来得好。而且就算是有轨道噪音，有没有？这边你也听不到什么轨道噪音，因为毕竟你的房子都离这边蛮远的。所以回归到一开始讲的，如果你要在三峡恩主公医院那边呢，或者是说三峡站那边呢，购买所谓的捷运站，有没有？在轨道附近呢，你就必须要考虑到。车站及电视上请勿吸烟，主持交通正常或不忙。Please do not smoke, eat, drink, chew gum or peanut in the Taipei. 我先讲吼，你讲了我较讲吼。台湾的广播就是很特别哈，有国语、有台语、有客语、有日语，还有韩语啊，还有英语啊，每种语言都有哈。所以每个广播都拉得热热的哈。真的，前面听到讲国语的人哦，你会听到后面会有英语跟日语吗？你也不知道。好，他讲完了，换我讲了哦。就是你要买轨道宅，买在轨道经济有没有？你就要考虑到它这个轨道呢，钢轨摩擦所造成的轨道噪音哦，你到底能不能接受哦？所以说你要买在这种轨道附近哦，所谓海景第一排的话，有没有？你就必须要去，真的是实际哈，在要买之前哦。早上哈，第一班列车、第二班列车，中午呢又有列车，又有汽车，又有摩托车，又有重机哈，蹦蹦给的声音哦。到了晚上呢，末班车哈跟末班车的前一台车呢要进站时候，那个时候地面的噪音变得比较少了，它的轨道噪音就变得特别明显了。所以说呢，你呢要买在这个附近有没有？不是一开始便接受，到后来变成忍受哦，你就是要实际上去考量说。这个东西呢，到底是不是你要的哈？居住品质呢，跟你所投入的金额要成正比，不要说呢牺牲一方来成就另外一方哈。这个买房子跟结婚招女朋友一样啊，牺牲一方呢，要来成就另外一方呢，最后呢都是会无疾而终哦。以上就是今天哦，第三个呢带给你的轨道一日哦，谢谢。喜欢迪赛哥骑车旁白照、吃好料的影片吗？还不赶快订阅迪赛哥的频道？订阅频道完全不用钱，开启小铃铛后还可以获得迪赛哥的最新信息。赶快按下右下角的订阅符号吧！我们下期见，拜拜！还要按赞和分享哈，感恩啊！